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阿卡丽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整体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，只不过如果说带电型的阿卡丽你玩得很累，或者说打不太过，那你就可以尝试带那个迅捷步伐就可以了。这里看了一下对方的符文，吸血鬼啊，在这个版本感觉其实蛮强的，并不弱。只不过前期啊，这个就是纯大后期英雄，而且到了中后期，你会发现他血池的 CD 蛮快的，然后那个无脑啊，血池上去一技能，然后斩个红怒的 Q， 然后再拉出来，一般不会很容易被打爆。就是吸血鬼来说的话，到后期不至于说一下子被秒掉。其实阿卡丽打吸血鬼啊，就是还是蛮好打的，只需要就是公式是吧？匣阵一放，然后利用两段 Q， 3级就这样子去打他，利用匣阵的边上是吧？然后就是利用视野的这种方式去拉扯对方。而且匣阵你放出来的话，是可以让你的能量条多一格的。正常来说，你只有2格的能量条嘛，但如果你释放了匣阵，然后你的能量格就会多一条。像这里面，对方打野也5级，这一波其实得小心一点啊，不要被对面的梦魇飞，因为这一局对面其实打得挺开心的啊，这边也打得很开心啊，因为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发育，这边阿卡丽没有说直接上去啊5级就把他单杀什么的。吸血鬼前期还是弱的哈，这里飞过来，点燃烫死。挂个 E， 大招拉开，匣阵一放 ，QA 大招在一个强化瓶内收割。可以看到他这边的话是做了这个法术，就是那个魔抗血啊，不是左下角这个推荐的那个鞋子。这鞋子的话，你们自己去判断啊，不一定说啊，我推荐出装什么，你们就一定说啊，我就不改。那你想赢游戏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挺难的。真正要。就手游现在的话也没有说会特别公式的，除非这个英雄就是很强，强到我只需要套公式，对吧？那就无所谓。但主动装备怎么都是要做调整的，比如说对方你都活不下来，你还不做金身，对吧？像刚刚那个位置，如果对面梦魇飞过来的话，还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说他飞过来的时候利用 W 啊，规避一些伤害。还好这梦魇没往中路飞。辅助开始大杀特杀了啊，3-1了都。我最近发现时光是不是挺强的呀？因为我一直没有录到有时光，但我看别人玩时光玩的挺舒服的，而且是那种纯输出流的时光啊。
挺猛的。哎呦，梦魇来了，一技能，大招再拉开，大招再拉回来，应该是跑不了了，只能这样子。他应该大招往下斩会好一些，因为其实已经不够伤害了。阿卡丽的二段大招的话，它伤害高的情况下是对方残血，因为阿卡丽的二段大招怎么说呢？低于血量好像是20%还是30%的时候是有额外的伤害嘛。他大招直接拿来跑路，不是回头打的话，其实是能跑掉。像你手短的话，就利用 E 技能反向 E， 然后就拉近对方给 Q 技能。很舒服，哎，医学塔都吃到了。就这种利用这种阿卡丽，就是利用这种强势推线的这种方式啊，给对方，就是说利用爆破去拿到经济优势。但如果说你玩阿卡丽很一般，那我不是很推荐你说直接做爆破。这的话，这蛮王没有大招过来送个人头，这怎么说呢？你爆破，你比如说你都打不过，但这个吸血鬼真的假的？就是，哎，线上已经打爆了我，也不能说完全打爆，但起码发育不良吧。然后过去直接1打2是吧？然后双杀，有点过分了。哦，上单拿到了先锋啊，顺便帮忙过来抢这个龙资源。吸血鬼感觉确实强，你可以看到，哎，线上是真的发育非常不良吧，就是反正就不咋地。我这里大招大中以后，一刀一个，现在是。这吸血鬼啊，保不住自己的1塔啊，那也保不住自己的2塔。哎，如果说你们玩吸血鬼啊，你们玩不明白，哎，别说你对线吸血鬼你打不明白啊。然后你就找个那种什么盖伦中单啊什么的，哎，说实话，我之前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啊，自从玩了盖伦，感觉对线压力都变少了，是吧？回头把这个梦魇秒了，大招一斩，但对方蛮王开大了，利用霞阵拖一下时间，但没办法了，这个血量吃到了时光的 Q 技能啊，他的 Q 技能伤害，除非你有技能去规避，不然的话是只要你在你身上了，你就很难就肯定是会中这个技能。打吸血鬼，如果你就想学他这种玩法的话，就是要利用爆破去打出那种经济压制，知道吧？你要是打不出来，你就不要带这个爆破，你宁愿带其他都可以。就是你要根据，比如说这边的话，只是给出来他这个绝活哥的一种玩法，但是呢，你需要自己去做判断。哎呦，这里的话踩到夹子了。
左右开弓，这边 E 技能过来，准备大招进场吗？哦，梦魇来了，先打完 E 技能飞过来，大招一斩，哎，没斩到，伊泽瑞尔吃掉了。像如果你们打中单，真的觉得说你们打得好累什么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去玩那个强势的，一个是加里奥，一个是那个瑞兹。之前没削，我还是蛮建议大家玩的。现在削了的话，其实也还行，也还是可以的瑞兹。然后就是兔子阿罗拉，这英雄，我跟你说都没有天敌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个 Q 一个 E。一波线没了，然后你怎么跟他？你怎么找他？你甚至连控线的机会都没有，知道吧？他是没有大招的啊，直接就秒了。再过来把龙给拿了。像阿罗拉这英雄，哎，说实话，阿罗拉一个 Q 一个 E 一波兵线啊，就2秒钟清完线，然后他就开始逛街了。就会玩的，你边路是很难受的。遇到阿罗拉这英雄，突然就开个 W 技能就突你脸上来了。哎，你要是打着架，突然就发现，哎，怎么有个阿罗拉的大招啊？然后突然摸个门飞到你脸上，一个 QE 啊，好，直接触发电刑，完成收割。哎，真的没天敌。哎，这里的话有大龙 buff 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。去回城，再E技能拉出来。技能，对方有大招的啊，大招没摁出来，回家。哎，可以频繁的利用这样子补状态哦。哎，那说实话，阿卡丽到后期好强啊。他有这个机制以后，我觉得阿卡丽完全是改变了生态，不再是之前那种说打团打得过，但想要赢游戏比较难。我觉得现在打团可以一直打，我跟你说，利用这个优势，利用这个峡阵是吧？他甚至这个里也可以直接回趟家啊，但是已经没必要了。队友这边可以补上输出，然后2路高地。哦，3路高地哦，上来啊，大招也不开，估计是摁不出来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